F-35换新项目进行到哪一步了？发动机升级是这几年 F-35升级的主题。普惠公司给 F-35量身定制的发动机核心升级方案，要在2026年年中迎来关键设计的审查，这将直接决定整个项目能不能在2029年按时交付，同时也关系到 F-35在未来几十年内的升级路线。过去几年，美国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通用电机的 XA100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需要彻底更换发动机；另一条就是普惠的 F135 ECU， 只需要在原发动机上升级。两种方案吵了好几年，博尔大楼最终拍板走 ECU 路线。这一次升级总算补上 F-35的短板了。F-35的发动机升级说来说去绕不开 Block 4。Block 4是整个 F-35项目最野心勃勃的一次现代化升级，涵盖全新有源相控阵雷达、新一代电子战套件、精确打击武器，还有多域数据链等数十项关键能力的跃升，把 F-35从5代机门槛级别的选手硬生生拔到5代半甚至准6代的水平。但这里藏着一个技术圈的铁律，算力越强发热越多。 F-35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Block 4规划的多项能力对电力和冷却的需求远超原始设计预期，使得 F-35发动机不得不超参数运转。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给出的数字更加直观， F-35的热管理系统设计容量差不多就是32千瓦，然而 Block 4全面落地后需要62到80千瓦的冷却能力，整整翻了1倍还多。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行就会加速发动机磨损，缩短使用寿命。 F135发动机的关键热区，也就是承受最高温度的核心区域，原本应该是2000飞行小时大修一次，然后被压缩到1600小时。除此之外，还会增加额外的维护成本。五角大楼算过一笔账，单纯是发动机过热这个问题，就要额外掏380亿美元来填这个无底洞。有这么多钱，拿来做什么不行呢？为什么要耗在填坑上？如果把这笔钱拿来购买战机，都足以买数百架崭新的 F-35。与其花费巨资修修补补，不如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自然就要懂发动机。两条路摆在了五角大楼面前，是干脆换更好的发动机，还是在原有的发动机基础上进行升级？第一套方案就是通用电气的 XA100， 它走的是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路线。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绕，其实就是一台会调节模式的发动机。传统的战斗机发动机本质上是在推力和油耗之间做一个取舍，你要推力和速度就得牺牲油耗和航程，你要省油飞得远就别指望爆发力。这个两难选择已经让全世界头疼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把这个选择题给废掉了，他们要的是让发动机在不同任务里自动切换工作状态，需要高速突防的时候就切到高推力模式，让飞机冲得更猛；需要远程巡航的时候就切到高效率模式，少烧油飞得更远。 XA100 就是基于这个思路进行研发的，全称是3涵道自适应循环发动机。传统发动机的气流走两条路，一条进核心机燃烧做功，一条从外涵道绕过去提供推力。但变循环发动机多了第3条路，也就是第3涵道。按照他们的设计，战机在高推力模式下可以关闭第3涵道，所有能量全部转回推力，适合高速冲刺。在巡航模式下可以打开第3航道，大幅降低燃油消耗，让战机飞得更远。而且这第3条气流还可以拿来当天然的散热系统。据通用电气的数据显示， XA100 相比现役 F135 发动机，燃油效率能提升 25%， 航程增加 30%， 加速度提升超过 20%， 热管理能力干脆翻了1倍。这套方案的吸引力非常明显，它能让 F-35跨越一代动力门槛。对于美国空军来说，那叫一个诱人，因为他们手里的 F-35A 数量最多。F-35A 是常规起降型，结构相对简单，数量也最多。如果能换上 XA100， 整个 F-35A 机队将拥有更长的作战半径，同时加速性能大幅改善，冷却能力还翻了倍，这简直就是梦中情机。但问题也来了， F-35A 能用不代表其他机型也能用，最特殊的就是 F-35B。F-35B 是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型战机，靠一台前置升力风扇和一副可偏转尾喷管实现垂直起降。这套系统需要从发动机前端分流出巨大的机械功率来驱动升力风扇，整个气流布局跟常规战斗机完全不同。而 XA100 的第3航道设计和 F-35B 的垂直起降结构不兼容，不兼容就意味着 XA100 的通用性值得商榷。要让 B 型也能用，就需要设计一个全新的垂直起降版本，成本说上去就上去。更何况现有成本已经高得吓人了。美国空军估算了一下，光是适配 F-35A 的工程开发就要烧掉60多亿美元。而且因为 B 型不能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基本没兴趣掏这个冤枉钱，账单基本得靠空军一家扛下来，光是听着就让人肉疼。第2套方案来自 F135 的娘家普惠
普惠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他们的想法也很务实。既然 F135已经飞了几十万小时，全球供应链和维修体系也已经铺开，那为什么要推倒重来，在现有发动机的核心模块上动刀，把性能短板补齐不就行了？于是就有了发动机核心机升级方案，简称 ECU。虽然普惠没有对外公布所有升级细节，但是既然要懂核心机，那就避不开高压压气机、燃烧室、高压涡轮，至少这3个部件要迎来彻头彻尾的改造。普惠也给出了最终承诺，推力提升超过10%，航程增加超过10%。最关键的是热管理能力提升50%。这些数字虽然没有 XC100惊艳，但是 ECU 也有巨大的优势，它是即插即用式升级，不改变发动机的外部尺寸，也不改变机身的接口，可以直接把它装进新的 F35里。对于已经服役的 F35，只需要在普惠遍布全球的维修基地进行替换升级就行了。而且3种型号通用，管你什么 A 型、B 型、C 型的，一套方案统统搞定。最重要的还是成本，按照普惠的方案来，总成本预计也就20多亿美元，和 XC 的成本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2种方案各有优劣，五角大楼最后做出了选择，也就是普惠的 ECU 方案，方向已经定了，就看普惠怎么推进。其实早在2024年，普惠就宣布 ECU 已经成功完成了初步设计审查，这一步主要看普惠拿出的方案能不能成立，是否具备可行性，能够通过这个节点，就说明普惠的方案还是可行的。然后就是即将到来的节点，关键设计审查。按照普惠原本规划的时间线，其实在2025年年中，他们就应该完成关键设计审查。2026年启动首台发动机测试，2029年交付成品。然而关键设计审查被推到了2026年年中，普惠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但是也不难猜，因为难度太大了。关键设计审查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是开会看几张图纸，然后点头鼓掌就行，而是要彻底确定这个方案，什么零件用什么材料，高温区怎么承受更大压力，涡轮叶片怎么保证寿命，冷却空气怎么分配，这些问题都要在这个节点拿出足够用的答案。而 ECU 的难度也是实打实的，核心机升级要在不改变发动机尺寸和接口的前提下，把推力提升10%以上，热管理能力提升50%，这就把工程师的工作干到了地狱模式。他们面前的唯一出路是寻找到能在更高温度、更大压力下稳定工作的材料。普惠虽然没有公开 ECU 的材料方案，但是近年来，他们在陶瓷基复合材料和 3D 打印领域投入了大量研发资源，这些技术已被应用于更先进的发动机验证项目中。陶瓷基复合材料能让涡轮叶片在更高温度下稳定运行，3D 打印则能把几十个零件合并成几个，减重又提强度，所以这些技术有可能就是 ECU 的突破口。但普惠就算把 ECU 做到极致，也只能解决动力端的问题。F35的散热是系统性问题， ECU 负责提供更强的冷却能力，真正把冷却能力分配到系统的是动力与热管理系统，也就是 PTMS。 这2套系统如果不同步升级，或者参数对不上，那问题就大了。举个例子，如果 PTMS 达不到80千瓦， ECU 就算能提供80千瓦的冷却气流，那也没用。反过来，如果 ECU 达不到80千瓦，而 PTMS 做到了，那 PTMS 的额外能力就会白白浪费。所以2套系统必须做到协调。目前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和洛马公司正在进行 PTMS 分析，主要就是研究一下在62到80千瓦的冷却能力区间内可以配备哪些系统来支持 Block 4及后续的 Block X。目前霍尼韦尔和 RTX 子公司柯林斯航天航空正在竞争 PTMS 的升级合同。霍尼韦尔声称其方案可将现有性能提升25%，柯林斯则宣称其全新的 EPACS 系统已经可以达到80千瓦。这个竞标预计在2026年年底选定方案，2027年启动开发。这也意味着普惠在冻结 ECU 设计的时候， PTMS 的最终指标可能还没有定论。在这种情况下， ECU 的设计就需要留出足够的适应弹性，这也是普惠推迟关键设计审查最可能的原因。最后一道坎儿是量产，军工项目可不是过了审查就万事大吉，真正的分水岭往往是在量产阶段。一台发动机能跑通和几百台、上千台发动机稳定交付完全不是一回事儿。ECU 未来要服务的不是几架试验机，而是美国3军加上一整套盟友机队。这就要求普惠不仅要把设计做好，同时保证性能和稳定性，还要把供应链拉起来。普惠在过去5年里已经砸了超过10亿美元用于产能扩张和现代化改造，把 F135的生产率提升了20%，但量产压力还在。2024年交付的123台 F135 发动机平均延迟了155天，在如此紧张的产能下，还要插入 ECU 这种复杂升级，普惠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眼下就快到年终了，关键设计审查就在眼前，这个节点只要一过，就意味着设计方案彻底定型，剩下就是原型机的制造、测试、定型、量产。接下来就看普惠怎么通过这场期中考试。
可以说，整个 F-35的未来升级路线全拴在这场考试上了。虽然目前结果未知，不过五角大楼对普惠的支持是相当明确的。就在3月底的时候，五角大楼还正式授予普惠一份高达66亿美元的合同，覆盖第18和第19批次的 F-135发动机生产，其中包括约291台发动机以及配套的备件和支持服务。交付时间表一直排到2028年3月。到5月26日，美国海军又宣布了一笔3080万美元的合同修改，继续支持 F-135发动机的制造。这还只是当前版本的量产 ，ECU 升级本身也在持续烧钱。2024年的时候，普惠就拿到了价值13亿美元的 ECU 继续开发合同。进入2026年，投入节奏进一步加快。3月份，普惠又获得了2.56亿美元的合同修改，用于扩大 F-135发动机长周期材料的采购。其中明确覆盖 ECU 项目所需的提前备料。到了4月底，五角大楼又追加了一份近3.7亿美元的合同，为第20和第21批次发动机提前采购长周期材料。其实对于普惠来说，虽然面临的难题不少，但是只要有五角大楼的支持，钱到位了，这些问题应该也不难解决。此前，普惠就透露过消息，普惠大约有500人投入 ECU 的数字设计工作，采用系统工程环境，每做任何一个设计调整，无论大小，系统都会自动跑一遍。所有结构分析和热力学分析，500人的设计团队加上全数字化封闭验证，哪怕是速度慢一点，质量应该差不到哪里。ECU 这边还在推进，那么被毙掉的 XC100 呢？花重金砸出来的技术，难道要扔到一边吃灰吗？当然不可能。美国军工体系里就没有浪费这2个字，它被塞进了更高规格的赛道，下一代自适应推进。美国的思路很清楚 ，XC100 技术不是没有用，只是综合各种考虑 ，F-35最适合走 ECU 路线，先解决眼前的短板就行。至于 XC100 背后代表的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完全可以留给下一代战机，也就是 F-47。所以美国有了下一代自适应推进项目，简称 NGAP， 目标是让这些发动机在航程上比现役最先进的战斗机发动机提升最高 30%， 同时大幅增强热管理能力。NGAP 的核心是 XC102 和 XC103， 他们的制造商还是熟悉的对手通用电气和普惠。通用电气的 XC102 和普惠的 XC103 都各自继承发展了 XC100 和 XC101 的技术遗产，之前积累的技术经验成了新一代的基础，可以在飞行中根据不同运行模式调整涵道比，在需要时提供更大推力，或在经济模式下节省燃料，从而提高航程。为了加速研发，美国还将通用电气和普惠各自的原型机合同上限从 9.75 亿美元大幅提升至35亿美元，合同期延至2032年。到了5月中旬 ，NGAP 迎来了一个关键转折点，普惠率先宣布 XC103 通过装配准备审查，没过几天 XC102 也完成装配准备审查，验证了 XC102 的发动机设计、制造流程以及供应链，这意味着他们正式迈入制造阶段，接下来就是造原型机。目前2家公司正在与供应商协调零部件采购，准备在2026年下半年进入下一阶段合同评估。这2种发动机的研发模式也都发生了巨变，不是传统画图纸造零件试着再改的老路子，而是用基于模型定义的统一数字架构，把设计、制造、检验全流程打通。就是发动机还没造出来，已经在虚拟环境里跑完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这让原型制造的时间被压缩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于通用电气来说，他们还是第一次这样设计发动机。NGAP 的进度也不是没有压力，目前通用电气和普惠都预计原型机将在2020年的末完成组装，随后启动地面测试。美国空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中也承认 NGAP 将延迟至2031年，总体延迟3年。与此同时，波音 F-47 6代机预计2028年首飞，也就是说，首批 F-47 首飞时很可能无法使用 NGAP 发动机，只能先用过渡方案顶着。不过这个延迟也不算什么大事，6代机的研发，尤其是发动机这一块，本身就是航空动力领域最前沿的无人区，哪怕慢上几年也是正常的，只要还在稳步推进就行。所以综合来看，美国其实是采用了双轨并行的战略布局，成熟的 ECU 技术确保5代机在未来30年不掉队，前沿的 NGAP 自适应技术确保6代机一出生就领先一个时代。无论如何，有一点不会变，那就是美国在空域的绝对优势。